说真的，人类消失的第一天，事情就开始失控了。你可能觉得不会吧，一天能出什么事？事情多了去了。首先是交通，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汽车在路上跑着，驾驶员突然没了，这些车要么撞上路沿，要么追尾连环相撞，高速公路上就是一场灾难片。天上的飞机更刺激，全球大概有上万架民航客机在空中飞着，飞行员没了，自动驾驶能撑一会儿，但最终都会一头栽下来。核潜艇在海底下巡逻，艇员没了，反应堆失去维护。虽然海军反应堆安全标准比民用高，但终归也是靠冷却水维系的，长期没人管，一样会出问题。这些是第一秒就发生的。然后是电力，全球发电站大部分需要人盯着，煤电厂的煤没了人添，天然气管道没人调压，水电站的涡轮还能靠水流转一会儿，但电网的负荷平衡一旦打破，就是连锁反应。人类消失后，几个小时到几天内，全球电网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倒下。你可能会说，太阳能和风能不是可以自动运行吗？确实，可再生能源理论上能跑得久一些，但光伏面板需要逆变器，逆变器需要维护，风机需要润滑和偏航控制，没人管的话，撑不了几个星期，就会因为小毛病变成大故障。2021年美国德州寒潮导致大面积停电，就是因为风机叶片结冰，加上天然气管道冻结，整个电网在几天内就崩溃了。那还是有人去修的情况下，没人修，可再生能源能撑的时间，也就是以月计算，不是以年计算。最刺激的是核电站，全球目前有400多座核反应堆在运行，这些家伙是人类消失后最危险的遗产。核电站断电后会自动启动紧急停堆程序，控制棒插入，链式反应停止。但问题在于，停堆不等于不发热，反应堆里的放射性裂变产物会继续产生大量衰变热，这些热量必须靠冷却水带走。一个运行中的反应堆停堆后，第1秒钟产生的衰变热大约是满功率的6%到7%，听起来不多，但一个100万千瓦级的反应堆，7%就是7万千瓦的热量，相当于7万个电暖器同时开着。这股热量会持续衰减，但衰减速度很慢，停堆1天后仍有1%左右，也就是1万千瓦。停堆1周后还有大约5000瓦。你必须持续把这些热量导走，否则堆芯温度就会一路飙升，最终超过燃料棒的熔点1200多度，开始堆芯融化。福岛核事故告诉我们，断电后24个小时之内，冷却系统就会失效，堆芯开始融化。福岛2号机组在断电约101个小时后，大部分燃料就融化沉积到了压力容器底部。3号机组更快，大约60个小时。也就是说，人类消失后1-2天之内，全球400多座核反应堆会陆续出现堆芯熔毁，有些可能撑久一点。新一代反应堆有被动冷却设计，能靠自然对流多撑几天，但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氢气会积累，安全壳会爆炸，放射性物质会泄露到环境中。这不是假设，这是物理定律。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已经给我们演示过了，只不过那时候有人去救，没人救的话，就是400多个福岛同时发生。说真的，你想想那个画面，400多个地方同时在往大气里喷放射性物质，挺吓人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核电站都会立刻出事，有些建在内陆河流边的电站，如果恰好冷却，水路还通着，可能多撑几天，但也就几天，大不了几天的事。人类消失后的第1周，城市的味道就开始变了，超市里的食物开始腐烂，冷库因为断电停止工作，几亿吨食物变成腐臭的有机物，下水道因为污水泵停转而倒灌，街道上开始出现污水。化工厂更恐怖，全球有数万座化工设施，很多储存着剧毒物质。断电后，安全阀失灵，储罐内的化学品因为温度变化可能发生反应，轻则泄漏，重则爆炸。1984年，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一个农药厂的异氰酸甲酯储罐泄漏，直接造成数千人死亡，几十万人受伤，那还是一个工厂的事故。人类消失后，全球几万座化工设施同时失控。虽然那时候已经没人被毒了，但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但与此同时，野生动物开始进城了。在美国，郊狼和鹿可能在1周内就出现在郊区街道上，流浪狗和流浪猫组成小队开始狩猎。动物园里更惨，那些习惯了被投喂的动物，要么饿死，要么想办法逃出来。有些能逃的，比如猴子和大象，可能会冲破围栏；逃不出去的，比如水族馆里的海豚，就只能等死。那画面说实话挺残忍的，但自然界就是这样，不适应就淘汰，适应就活下来。1年之内，全球所有城市中心将陷入彻底的黑暗与死寂。但黑暗中正在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植物开始接管城市，道路裂缝里长出杂草，藤蔓爬上建筑物。你可能不知道，很多城市道路下面其实是压实的土层，沥青层只有10几厘米厚，树根从裂缝钻进去，冬天结冰膨胀，把沥青一块块顶起来。1个冬天不行，就2个冬天。10年之内，很多道路就变得坑坑洼洼。20年内，柏油路面开始大面积碎裂，杂草和灌木从裂缝中疯长。纽约地铁系统每年要抽出大约4000万吨的水来保持隧道不淹，没了抽水泵，地铁在几天到几周内就会被地下水淹没。芝加哥地铁仅仅7天就会注满大约2亿8千万升水，相当于200个奥运泳池。伦敦的地下隧道积水速率达到每小时10厘米，也就是说，人类引以为傲的地下基础设施，在没人维护的情况下，几天就变成地下水系。这不是退化，这是大自然在收回地盘。老鼠和蟑螂可能一开始会因为人类垃圾消失而数量暴减，但它们适应能力极强，很快就会转向自然食物源。反而是一些依赖人类的物种会遭殃，比如头虱和阴虱。这些家伙只吃人血，人类没了，它们就灭绝了。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消失的同时，还会带走一批寄生物种，算是拉了个垫背的。人类消失后的10年到200年，是钢铁森林崩塌的主舞台。你可能觉得钢筋混凝土很结实，确实，它是目前人类最常用的建筑材料，全世界每年用掉40亿吨水泥。但钢筋混凝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里面的钢筋会生锈。这不是小问题，这是结构性问题。水分渗入混凝土的微小裂缝，接触到钢筋，钢筋就开始氧化。铁锈的体积是铁的3到4倍，
也就是说，一根钢筋生锈后会膨胀，从内部把混凝土撑裂。这个过程在沿海城市更快，延误加速腐蚀。在内陆城市可能需要50年到100年，在沿海可能只要20年到30年。一旦混凝土开裂剥落，钢筋暴露在空气中，腐蚀速度会更快，结构强度急剧下降。这里有一个反直觉的事情，古代罗马的万神殿将近2000年了还立着，但它的混凝土是没有钢筋的纯混凝土。罗马人用的是火山灰混凝土，凝固后反而越泡水越结实。而现代钢筋混凝土恰恰因为里面有钢筋，反而寿命更短。你可以把钢筋混凝土想象成一个穿着铁甲的石头人，石头外壳看起来坚硬，但里面的铁甲一旦生锈膨胀，就会从内部把石头撑裂。所以你看起来坚不可摧的摩天大楼，在没人维护的情况下，200年内大部分都会倒塌，不是因为地震，不是因为恐怖袭击，就是因为水和氧气，最普通的2个东西，干掉了人类最骄傲的建筑。木质房屋更惨，100年内基本全部消失。木材腐烂的速度取决于气候，潮湿热带地区可能20-30年就烂没了，干燥寒冷地区能撑久一些，但终归是有机物，白蚁和真菌不会放过它。在热带地区，白蚁是这个星球上最被低估的生物之一，全球白蚁的总重量超过了全球人类的总重量，它们啃食木头的速度惊人。一栋木屋在热带雨林气候下，20年内就会被白蚁和真菌啃成碎片。你可能会说，那北方的木屋呢？寒冷确实会减缓腐烂，但冻融循环会撑裂木材纤维，水分进入裂缝后冻成冰，体积膨胀，跟混凝土里钢筋生锈是同一个原理。所以不管在哪里，木头建筑都是最短命的建筑形式。有意思的是，玻璃幕墙建筑，那种看起来最现代、最光鲜的摩天大楼，反而是最早倒下的。玻璃在风化、温度变化和风压下会碎裂，幕墙固定件锈蚀后，整块玻璃面板会脱落。你可以想象一下，未来的城市天际线上，摩天大楼的玻璃一块块往下掉，像是在脱皮。这个过程可能只需要20-30年就开始，50年内大部分玻璃幕墙建筑就会变成空洞洞的混凝土骨架。风吹过空洞的大楼会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一座巨大的空心笛子。10年前，这些建筑里坐满了白领，开会敲键盘。50年后，只剩下风声和鸟巢。你说这是讽刺不讽刺？桥梁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悬索桥靠竹缆承重，竹缆是钢的，钢会锈，一旦竹缆截面因为锈蚀减薄到临界点，整座桥就会在某个暴风雨之夜断裂，坠入河中或海中。这个过程大约需要50到200年，取决于防腐涂层和环境条件。金门大桥如果没人维护，大约50年后防腐期就会大面积剥落，竹缆钢丝开始锈蚀。100到150年后，可能在某次强风暴中断裂。想象一下那画面，曾经每天有10几万辆车驶过的金门大桥，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竹缆崩断，桥面像积木一样塌进太平洋。那声音大概能传出好几公里，只不过没人听到了。拱桥能撑更久，但最终也会在500年到1000年内因为地基冲刷或材料疲劳而倒塌。
水坝是另一个定时炸弹。全球有数万座大型水坝，大部分都需要定期维护泄洪设施。没人操作的话，泄洪闸会锈死，水位会持续上升，最终要么漫顶冲刷坝基导致溃坝，要么混凝土本身因为老化而开裂。大型混凝土水坝可能能撑200年左右，但一旦溃坝，下游就是一片汪洋。你想想，三峡大坝如果溃了，下游几百万人的城市区域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那时候已经没人了，但地理面貌会被彻底改变。2020年，中国南方暴雨期间，新安江水库建成61年，首次9孔全开泄洪，那还是在有人精心调控的情况下。没人调控的水坝就像一个装满水的巨大盆子，迟早要翻。2021年，美国密歇根州伊登维尔大坝和桑福德大坝因为暴雨溃决，冲毁了下游2个小镇。那只是2座中型土坝，如果是大型混凝土坝呢？溃坝时的洪水波可以高达几十米，以每小时几十公里的速度冲向下游，所到之处地形重写。还有一个你可能没想过的初期灾难，就是森林大火。人类消失后头几年，因为没有消防维护，雷击引发的森林大火会肆虐城市边缘和农村地区。那些靠着灌溉维持的农田，没了水之后会干枯，变成沙尘暴的发源地。美国30年代的黑色风暴事件就是前车之鉴。当时是因为过度开垦加上干旱，沙尘暴遮天蔽日，能见度降到不足1米，尘土甚至飘到了纽约和华盛顿。人类消失后，全球的农田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只不过这次没人去种树防风了。耕地裸露的表土，在没有植被保护的情况下，一阵大风就能卷起几百万吨尘土。这个过程在干旱地区可能持续10年以上，直到荒漠植被重新扎根，把土壤固定住。在那之前，地球上空会多出一层薄薄的沉幕，像是一层灰色的哀悼。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是人类留下的痕迹里，什么最难被抹去？你可能会猜金字塔，猜长城。确实，古代石造建筑比现代钢铁玻璃建筑能撑久得多，但真正的答案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人类最持久的痕迹不是建筑，不是雕塑，甚至不是核废料库，而是那些我们根本不当回事的东西。先说塑料，塑料这个东西，自然界用了几亿年都没进化出能吃它的微生物。聚乙烯在自然环境下可能需要500年到1000年才能降解，但降解不等于消失。一个大塑料瓶降解成1000个微塑料颗粒，微塑料再降解成纳米塑料，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千年甚至更久。2017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人类已经生产了大约83亿吨塑料，其中约63亿吨变成了塑料垃圾。这些垃圾里只有9%被回收，12%被焚烧，剩下的79%都在自然环境中慢慢分解。每年有大约800万吨塑料流入海洋，太平洋垃圾带的面积已经达到了法国的3倍。这些塑料在海浪和紫外线的打击下碎裂成微粒，被浮游生物吞食，进入食物链，最终出现在鱼类的肌肉里、海鸟的胃里、北极的冰心里，甚至出现在人类的血液和胎盘中。人类消失后，塑料生产停止了，但已经存在的那几十亿吨塑料会继续碎裂、
降解，再碎裂，持续几千年。2023年，人类史工作组提议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克劳福德湖作为人类史的金钉子标志地点。什么是金钉子？就是地质学家用来标记一个地质时代开始的全球标准地点。他们在克劳福德湖底的沉积物里清晰地找到了20世纪50年代氢弹试验留下的钚元素飙升记录，还有重金属、煤灰、塑料碎片，这些就是人类史的地质标记。我认为人类史应该被承认为一个正式的地质纪元，理由很简单，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物种能在200年里把地壳、大气、海洋的化学成分改得面目全非。恐龙统治地球1.6亿年，你见过恐龙在地层里留下布吗？没有，但人类留下了，这比任何金字塔都持久。再说核废料，全球目前积累了大约3200万吨放射性废物，里面包含钚239，半衰期2.4万年，铀235的半衰期是7亿年，铀238更夸张，45亿年，跟地球年龄差不多。这些核废料深埋在地下数百米的岩层中，比如芬兰的安克罗核废料库，建在4.5亿年前形成的古老岩床上。这些废料罐在地下能保存多久？设计目标是10万年，但就算容器腐蚀了，放射性物质本身仍然会持续衰变，几万到几十万年，这是人类留给地球的最持久的毒遗产。还有太空垃圾，人类消失后，近地轨道上大约13000多颗卫星和上亿块碎片会怎样呢？答案是，它们会一个个坠落。500公里以下的低轨卫星，因为稀薄大气的阻力，1到3年就会坠入大气层烧毁。800公里以下的可能需要2到5年。东方红1号轨道近地点400公里，远地点1000多公里，估计需要300年到400年才会坠毁。星链卫星在350到550公里高度，设计寿命才5到7年，人类消失后几年内就会批量坠落，届时地球上会不断出现流星雨般的景象。只不过这次没人对着它许愿了，但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就不一样了，它们在3.6万公里的高度，基本没有大气阻力，可能会在轨道上飘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最终因为月球和太阳的引力扰动，慢慢偏移轨道，要么被甩出去，要么最终坠向地球。所以在未来几千年内，如果有人从外太空飞过来看地球，会看到一圈亮闪闪的碎片带围着这颗蓝色星球，那就是我们的太空墓碑。阿波罗计划留在月球上的登月舱底座、月球车、旗帜还有脚印，因为没有大气和液态水侵蚀，可能在100万年后还清晰可辨。月球就是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的痕迹除非被陨石击中，否则几乎永久保存。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在月球上留下的痕迹比在地球上留下的更持久。有意思的是，有些人类建筑反而比我们认为的坚固的东西更持久。金字塔能挺几千年，不是因为材料多好，而是因为形状。金字塔的几何结构把重量直接压在基础上，没有侧向推力，风化只能一层层剥离外部石材，核心结构极其稳定。万神殿那种穹顶结构也类似，重力把每一块石头互相锁死，
相反，现代摩天大楼的框架结构依赖钢筋和焊接节点，一旦锈蚀就开始连锁失效，所以会出现一个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几千年后，金字塔还在，但纽约的帝国大厦已经变成了一堆长满树木的土堆。这就引出了一个真正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外星造访者在人类消失1万年后飞过地球，他能看到什么？答案是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从空中往下看，北美和欧亚大陆表面已经重新被森林覆盖，非洲的萨赫勒地区重新长出了草原，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也在退缩，城市变成了丘陵，摩天大楼的残骸被土壤和植被掩埋，远远看去就是一片微微隆起的地形。戈贝克利什镇在被发现之前被泥土掩埋了几千年，没人知道下面有东西。人类的城市也会经历同样的命运。长江三角洲、东京湾、纽约都会区，这些曾经的人口密集区，1万年后全是森林和湿地。你从卫星上看下去，就是一片绿色，跟非洲大草原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外星造访者有地质学家的工具，往下挖一挖，就会发现有意思的东西。在某一层沉积物里，突然出现了一层奇怪的物质，包含微塑料、放射性布、重金属、煤灰、混凝土碎屑，还有一种叫做鸡骨头的化石，数量异常多。这就是人类世的地质标记。不管你从多远来，只要你有基本的地质分析能力，你就知道这层东西不自然。说到鸡骨头，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现代肉鸡是人工选育的产物，体型比野生鸡大得多，骨骼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全球现在每年饲养大约700亿只鸡，这些鸡的骨头在化石记录中会留下异常密集的印记。英国地质学家杨扎拉谢维奇说过，超市里卖的鸡由人工饲养，个头比野生鸡大得多。人工饲养鸡数量占所有鸟类生物的2/3。如果未来的地质学家或者外星考古学家挖到这一层，看到鸡骨头化石的数量和形态异常，他们可能会困惑：这是什么物种？为什么数量这么大？骨骼为什么这么畸形？答案就是，人类为了吃鸡肉，把它们改造成了这样。700亿只鸡的骨头沉睡在地层里，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指纹。恐龙化石多吧？全世界目前发现的恐龙化石也就几千具，而且花了上亿年积累。人类在几十年里就往地层里塞了700亿只鸡的骨头，这种异常，任何有基本生物学知识的造访者都不会忽略。好了，时间继续快进，10万年后，地球已经基本上看不出人类存在过的痕迹了，至少在地表是这样。城市废墟完全与自然融为一体，曾经的城市变成了森林、湿地、草原，濒危物种开始恢复，苏门答腊猩猩、黑犀牛、东北虎、雪豹，这些被人类逼到灭绝边缘的动物，有了几万年的时间恢复繁衍。大迁徙重现地球，北美可能会重新出现猛犸象的生态位替代者。虽然猛犸象本身已经灭绝了，但大象可能会向北扩散，填补类似的生态角色。当然，这取决于气候变化。10万年后的地球可能正在经历新的冰期或间冰期。有意思的是，人类消失后，生物多样性恢复的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快。2020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全球人类活动骤减。科学家观察到，
野生动物迅速重新占领人类空间的趋势，以至于有人把这个现象称为人类世大暂停。仅仅几个月的封锁，金钱豹出现在智利的首都街头，野猪在巴塞罗那闲逛，海龟在巴西海滩上安心产卵。如果人类永久消失，这个过程会加速10000倍。这时候，我想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狗。人类消失后，狗会怎样？你可能觉得狗会变回狼，不会的。狗和狼已经分道扬镳至少15000年了，基因组上已经有显著差异。澳洲野犬是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的模型。中科院张亚平团队的研究发现，澳洲野犬的祖先是东亚已被驯化的家犬，大约9900年前从中国南方出发，约8300年前到达澳大利亚，然后在澳大利亚野化了至少5000年。5000年过去了，澳洲野犬变回狼了吗？没有，它变成了一个新的物种，体型中等，群体行为像狼，但基因上仍然更接近家犬。它重新集群了，只有头领有繁殖权，叫声也恢复到了更原始的状态，甚至比家犬更独立、更警惕。但它不是狼，它是一种新的野狗。所以，人类消失后，幸存的宠物狗会经历类似的过程。小型犬和扁脸品种大概率灭绝，它们没有在野外生存的能力。法斗、八哥这些扁脸品种连正常呼吸都费劲，更别说追兔子了。茶杯犬体重不到2公斤，连老鼠都能欺负它。但中大型犬，特别是那些保留了较多原始特征的品种，比如德国牧羊犬、哈士奇、中华田园犬，有可能幸存下来。第一代会很惨，很多狗会饿死，因为它们不知道怎么捕猎。但狗的适应能力很强，几代之后就会恢复野性行为，组成小队狩猎。经过几千年的自然选择，它们会进化成类似澳洲野犬的动物，中等体型，黄褐色或黑色，群居以狼群方式在荒野狩猎。狗不会变回狼，但狼身上那股狠劲，狗能重新长出来。这是我们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活体遗产。某种意义上，狗就是我们留在地球上最后的骑手。再往后，100万年到1000万年尺度上，板块运动开始登场了。地球的地壳不是静止的，大陆在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漂移。数百万年后，目前人类城市的遗址可能会被推移到新的位置，或者被板块俯冲带卷入地幔。地幔的温度超过1000度，任何人类材料到了那里都会被融化分解，重新循环成新的岩浆。你可以把板块运动想象成一个巨大的传送带，地表的岩石最终会被带到地幔这个熔炉里回炉重造。这意味着人类痕迹的最终消除者不是风化，不是侵蚀，而是地球本身的地质循环。但有些东西能逃过板块运动的吞噬，深埋在地下的核废料库，比如芬兰安克罗或者美国的废物隔离中间工厂，建在地下几百米的稳定岩层中。如果地质条件恰好稳定，不在板块边界上，不在活跃断裂带上，这些设施里的放射性物质可能会在地层中安静地衰变几十万年。布239半衰期2.4万年，经过7个半衰期，也就是大约17万年后，放射性才会降到原来的1%以下。但铀235的半衰期是7亿年，铀238
是45亿年。也就是说，如果有1000万年后的地质学家挖到了这一层，用仪器一测，还会发现异常的放射性信号。那时候人类的建筑早就变成了泥土，但铀的指纹还在。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存在，它建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120米深的山体内部，常年保持零下18度，里面存了约1亿粒种子。小麦可以保存1000年，高粱可以保存将近2万年。这个种子库的设计初衷是应对全球性灾难，比如核战争或者小行星撞击，保全地球农业物种的多样性。但种子库本身的结构在地质尺度上不算什么，几十万年后山体可能会被冰川侵蚀或者地质活动破坏。不过种子如果被封存在永久冻土层中，理论上可以保存更久。当然，到了那个年代，这些种子也变成了化石，不会发芽了，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记录。外星考古学家挖到1亿粒排列整齐的种子化石，大概会很好奇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可能会以为这是一种宗教仪式，或者是某种信息存储方式。某种程度上，他们猜的也没错，种子库里存的就是人类文明的备份，只不过是以脱氧核糖核酸的形式存的。说到化石，人类自己也会变成化石，不是所有人类遗骸都能形成化石。化石形成的条件很苛刻，需要迅速被沉积物覆盖，骨骼矿物质被地下水中的矿物质缓慢替换。大部分人类遗骸会腐烂分解，只有极少数恰好被埋在合适的条件下才会形成化石。但考虑到人类分布在全球各地，又喜欢挖坟建墓，尸体被埋在地下6尺深的情况非常多，所以形成化石的概率其实不低。数百万年后，人类骨骼化石可能会出现在全球各地的沉积岩层中，和恐龙牙齿化石一起被未来的古生物学家发现。那些带着金牙、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的人体化石会更特别，金属部件不会腐烂，会和化石一起保存下来。未来的研究者可能会对这种骨头里嵌着钛合金的化石感到非常困惑。塑料微粒也会成为化石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有人在海洋沉积物、河流淤泥，甚至北极冰芯里发现了微塑料。这些微粒会随着沉积过程被封存在岩层里。数百万年后，如果有人分析这一时代的沉积岩，会发现一层异常的碳氢化合物颗粒，力度均匀，化学结构在自然界中从未出现过。这就是塑料的地质指纹。当然，塑料在高温高压下最终会分解，但在沉积岩层中常温常压的条件下，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千万年。2024年的一项研究，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冰雪中都发现了纳米塑料，颗粒小到可以直接穿透细胞膜。这意味着塑料已经不仅仅是地表污染物，它正在成为地球化学循环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塑料不是垃圾，塑料是人类式的矿物，就像石灰岩是寒武纪的矿物标志一样，塑料层就是人类式的矿物标志。未来的地质学家如果在某个岩层里发现了一条塑料带，他不需要任何其他证据就能断定这个时代有工业文明存在过。大气中的变化也需要实践来消除。人类活动导致二氧化碳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百万分之
上升到现在的420百万分之。如果人类消失，二氧化碳会通过自然碳循环逐渐降低，但这个过程非常缓慢。海洋吸收二氧化碳需要几百年到几千年，硅酸盐风化吸收二氧化碳需要几十万年，要恢复到工业革命前的水平，大约需要10万年到40万年。在这期间，气候会比正常值偏暖，冰川会继续消融，海平面会维持在较高水平。但10万年对地球来说不过是眨一下眼。二叠纪大灭绝之后，地球花了大约500万年才恢复到之前的生物多样性水平。500万年啊，那可是人类存在时间的25倍。所以几万年的时间对地球来说真的不算什么，地球有的是耐心。好了，让我们把时间拉到最终的结局。50亿年后，太阳的氢燃料耗尽，开始膨胀，为红巨星太阳的半径会扩大到目前的200倍左右，吞噬水星、金星，甚至可能吞噬地球。如果地球没有被完全吞噬，表面温度也会高达2000度以上，所有岩石都会被融化，大气层会被吹散，海洋会蒸发殆尽。到了这个阶段，地球上人类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不管是地下核废料库、种子库、塑料微粒，还是化石，都会在太阳的烈焰中彻底灰飞烟灭。在那之前呢，在50亿年的漫长等待中，地球会经历什么？大约10亿年后，太阳的亮度会比现在增加10%，这足以触发失控的温室效应。海洋开始蒸发，水蒸气作为温室气体进一步加剧升温，最终地球会变成像金星一样的高温干燥世界。这不是遥远的科幻，这是恒星演化的必然结果。到那时候，地表温度可能高达几百度，所有有机物都会分解，塑料会碳化，化石会破碎，人类的痕迹在地质尺度上被清除得干干净净。但在那之前，在地球还有液态水的漫长岁月里，人类的痕迹会以一种越来越微弱但始终存在的方式留在地层中。一层塑料，一层放射性核素，一层异常浓度的重金属，一层形态奇怪的鸡骨头。这些就是人类留给宇宙的化石信件。即使地球最终被太阳吞噬，这些信息也不算完全消失，因为太阳变成红巨星时会抛出外层物质，其中一部分包含了地球的元素，会散布到星际空间中，可能成为某个新恒星系统的原料。说真的，想到这一点，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浪漫。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本来都是某颗古老恒星爆炸后的残渣。如果地球最终被太阳吞噬，我们的原子会被抛洒到宇宙中，可能成为一颗新恒星的一部分，甚至是某颗新行星的一部分。那上面也许会诞生新的生命，也许会有新的文明，他们会仰望星空，而我们的原子就在他们脚下和身边。这就是物质的轮回，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参与了。说真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切听起来挺悲观的。人类70亿人，几千年文明，最后就剩下一层塑料和鸡骨头。但你换个角度想，地球46亿年的历史，曾经有无数物种来过又走了。三叶虫在地球上活了将近3亿年，恐龙统治了1亿6千万年，它们留下的不过是化石和一层1元素异常。
6600万年前，那颗10公里直径的小行星砸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炸出了一个直径180公里的坑，掀起的尘埃遮蔽阳光好几年，直接干掉了所有飞鸟恐龙。但你看，地球用了几百万年就恢复了，哺乳动物趁机崛起，最终演化出了我们。人类才来了几千年，就在地层里留下了比三叶虫和恐龙加起来都复杂的化学指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痕迹比任何物种都更难被完全抹去，因为我们不仅在地层里留下了骨头，还留下了整个化学工业的印记。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地球需要多久抹去人类的痕迹？答案是分层次的。地表的痕迹包括所有建筑、道路、桥梁，大约200年到2万年就会被基本抹去。大气中的化学变化大约10万年到40万年才能恢复。地层中的核废料和放射性物质需要几十万年到几百万年，而真正彻底的消除，要等到50亿年后，太阳把地球吞了才算完。有意思的是，地球根本不在乎我们。这个46亿岁的老家伙见过比人类消失更戏剧性的事情。阿尔迭纪大灭绝干掉了96%的海洋生物，白垩纪末大灭绝干掉了所有飞鸟、恐龙和75%的物种。每次大灭绝后，地球都花了大概500万到1000万年恢复，然后继续活蹦乱跳。人类消失后，地球可能只需要几百万年就能恢复到一个完全没有人类痕迹的生态系统。对我们来说，几百万年很长，对地球来说就是一个午觉的时间。但我想说的是，虽然地球不在乎，我们在乎，我们还没消失呢。你正在听这段话，就说明我们还在，而既然还在，就还有机会做对的事情。减少塑料排放，控制碳排放，管理好核废料，这些不是为地球做的，地球不需要你救，它经历了5次大灭绝，照样活得好好的。这些是为我们自己做的，为了让人类在地层里留下的不只是一层塑料和鸡骨头，而是更好看的化石。晚安。